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5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5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5级考试。HSK 5级听力考试分2部分，共45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第1到20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1题。1. 王总，下周的贸易交流会您参加吗？最近公司事情比较多，还是让刘秘书去吧。男的为什么不参加交流会？2. 礼拜天跟我们去钓鱼吧。好啊，我正打算去郊外转转呢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3. 编辑说让你再检查一下，上面还有标点错误。好的，我现在就看。编辑是什么意见？4. 你的舞跳得真好，一定受过专业训练吧？我小时候学过几年舞蹈，算是有点基础吧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5. 听说你胳膊受伤了，严重吗？不要紧，只是皮外伤，上点药就好了。男的怎么了？6. 这次联系同学聚会，我发现很多人的电话号码都换了。是，看来得重新做个通讯录了。女的想做什么？7. 你觉得这个方案怎么样？可行吗？我认为价值不大，实行起来很困难，而且也不解决我们的问题。男的觉得那个方案怎么样？8. 你毕业论文的题目确定了吗？没呢，导师说我的题目研究范围太大，得缩小范围。论文题目怎么了？9. 你这条围巾样式不错，在哪儿买的？我也想给我老公买一条。是我太太自己织的，但我觉得颜色太鲜艳了。男的觉得围巾怎么样
10、你看那个女孩是不是住咱们1单元的邻居？是他，能在外地遇上，还真巧。我们去打个招呼吧。关于他们，可以知道什么？11、爸，客厅桌上有个大信封，你看到没？里面装着几份文件。我放你卧室了，以后东西不要乱放。信封现在在哪儿？12、听说附近新开了一家四川餐厅，菜不错，咱们去尝尝。我这几天胃不舒服，医生让我少吃辣的，还是换一家吧。女的为什么不想吃四川菜？13、不好意思，刚刚不小心把您电话挂断了。没关系，我是想通知你，明天上午9点来人事科报到。男的为什么打电话给女的？14、你现在想考研究生也来得及，我这里有很多书可以给你做参考。那太好了，借给我吧，我要抓紧时间复习了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15、奇怪，这电影的字幕和声音怎么不一致呢？你重新打开播放器试试，如果还不行，就只能再下载一个了。电影怎么了？16、您好，您是王女士吧？我们是给您安装空调的，我们现在出发，估计半个小时后到您那儿。什么？我约的是明天呢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17、你也在看这本书？听说这个作家刚获了文学大奖。是，报社要我去采访他，所以我在看他的作品，提前做些准备。男的为什么要看那本书？18、相关的注册手续你都问清楚了吗？问清楚了，需要提交的材料我都准备好了。他们在谈论什么？19、
明天的登山活动你参加吗？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降雪，所以活动推迟了，具体时间再等通知。登山活动为什么推迟了？20。这几盘棋下得不错，只要保持这个状态，进决赛一定没问题。谢谢老师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难的是什么意思？第二部分，第21到45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21题。21，请问这期的网球班还能报名吗？可以，下个星期才开课。那麻烦你给我张报名表。好，这里是我们所有教练的资料，您先看看。女的想做什么？22，墙上的钟是不是挂歪了？是有点斜。我去搬个椅子，重新弄一下。不用，你脱了鞋，踩这个柜子上就可以。根据对话，下列哪项正确？23，马经理，这是昨天的会议记录，我已经整理好了。放桌上吧。我明天临时有事要去趟上海，你帮我订张机票。好的，定什么时间的？上午9点左右的。男的让女的做什么？24，我这个月中旬休年假，打算去云南玩1周。你是跟旅行团还是自助游？自助游，和几个朋友一块儿。可惜我的年假休完了，不然就可以和你们一起去。女的为什么觉得可惜？25，上次说的那个项目批下来了吗？还没有，我们刚刚把计划书递上去。那你多关注一下，有进展随时向我汇报。您放心，我会跟进的。关于那个项目，可以知道什么？26，又在网上买东西？不是，我在申请退货。怎么了？商家给我寄的牛仔裤尺寸太大，我根本穿不了。女的为什么要退货？27，
你看，出彩虹了。不过，彩虹的颜色不怎么亮。那是因为空气中的雨滴小，雨滴越小，彩虹的颜色就越淡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从一个科普节目上看到的。他们在谈论什么？28。喂，您好，有个快递需要您签收一下，我在1楼大厅等您。不好意思，我现在不在单位，你能1小时后再来吗？如果您不方便，可以找人代收一下。那我先问问，稍后给你打过去。男的建议女的怎么做？29。中介怎么说的？他说在你们公司附近有个房子，条件挺合适的，建议咱俩去看看。要是那样就太好了，我以后上下班就方便多了。是，他让咱俩尽快去看，如果觉得还行，可以直接签租房合同。根据对话，下列哪项正确？30。我刚才整理书柜，翻出来一张合影，你看。这不是咱们参加工作第1年拍的吗？是啊，将近30年了。那时候大家都说你是咱们厂里最帅的小伙子呢。他们在看什么？第31到32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有个财主非常吝啬，从不请客。一天，他的邻居租用他家房子设宴请客。有人路过这里，见里面非常热闹，就问财主家的看门人：“你们家主人今天请客吗？”看门人说：“要我家主人请客，等下辈子吧。”不巧，这话让刚要出门的财主听到了。财主大声喊道：“谁让你答应他请客的时间了31。财主家为什么很热闹？32。财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第33到3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李白小的时候读书并不用功，有一天，他的书读到一半就不耐烦了。这么厚一本书，什么时候才能读完呢？于是他干脆不读了，把书一扔就跑出去玩了。他在小溪边看到一位老婆婆，拿着一根铁棒在石头上磨。李白觉得很奇怪，就问：“老婆婆，您这是在干什么？”老婆婆一边磨一边回答：“我在磨绣花针。”李白更奇怪了，又问：“这么粗的铁棒能磨成针吗？”老婆婆说：“
我今天磨，明天磨，铁棒会越磨越细，早晚有一天，它会磨成绣花针的。李白听了老婆婆的话，很受感动。从此，他刻苦用功，最后成了一位伟大的诗人。成语“磨杵成针”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。它告诉我们，只有有毅力，肯下苦功夫，才能获得成功。33. 老婆婆想把铁棒磨成什么？34. 关于李白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5. 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第36到38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一个富翁听说有位画家擅长画动物，就专程去请那位画家画一只孔雀。画家让富翁1年后再来。1年后，富翁再次登门，你的孔雀就要画好了。画家说着拿出画纸，不一会儿就画出了一只美丽的孔雀。富翁很满意，但是画家要的价钱却使他大吃一惊。就那么一会儿功夫，你居然要50万？富翁问。画家没说话，他领着富翁走进另一间画室，那里放着一堆画着孔雀的废纸。画家说，你看我画这只孔雀好像毫不费力，但实际上我是花了整整1年的时间和精力来做准备的。36. 富翁为什么很吃惊？37. 富翁在另一间画室里看到了什么？38. 关于画家，可以知道什么第39到41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战国时期，鲁国的宰相公孙仪非常喜欢吃鱼，在他任职期间，很多人买鱼送给他，可是公孙仪从来都不收。他的学生很不理解，就问：老师，您不是喜欢吃鱼吗？现在这么多人给您送鱼，您为什么不收呢？公孙仪说：正因为我爱吃鱼，才不收人家的鱼。你想，如果我收了别人的鱼，就要按人家的意思去办事，这样做难免会触犯法律。如果我犯了法，成了罪人，我还能吃得上鱼吗？39. 学生对公孙仪的什么行为很不理解
40，人们为什么送鱼给公孙仪？41，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第42到4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行为心理学把一个人形成巩固新习惯或新理念至少需要21天的现象称为21天效应，就是说，一个人的动作或想法如果重复21天就会形成习惯。比如，你想通过跑步锻炼身体，前7天需要刻意提醒自己，7到21天头脑中就会形成想跑步的意识，坚持21天后自然就形成习惯了。42，要养成跑步的习惯，前7天应该怎么做？43，根据这段话，下列哪项正确第44到4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朋友说他小时候很调皮，经常溜进家里的果园，偷吃还未成熟的瓜果。后来，他爸爸加高了果园的围墙，但依然没能阻止他。他总能想到办法溜进去。他的秘诀就在于，一旦觉得爬不过去，他就会把鞋扔进果园里。这样一来就无路可退，必须进园把鞋拿回来。结果他每次都能成功。原来一旦把鞋扔到高墙那边，人就会打消一切顾虑，全力以赴地攀墙而过。所以，当一项任务看上去艰巨的难以完成时，你不妨主动把后路切断，因为绝境往往能唤起我们自身巨大的潜力。44，朋友总能溜进果园的秘诀是什么？45，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